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手上这一套充电器是咱们的一个铁粉丝发过来让我测试和拆解的。我跟他说，我拆过后的充电器基本上就等于报废了，他也要发过来让我测试和拆解。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充电玩家，他自己的充电设备很多。这140瓦的充电器他也是多出来的，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玩家啊，很牛。喜欢我视频的老铁，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这个频道的动力源泉。非常感谢你们这1年以来的陪伴和鼓励。咱们话不多说，开箱这一个铁粉送测的140瓦移速的充电器和这一根240瓦的充电线。这台充电器它的包装风格还是移速一贯以来的风格，银色的包装。这是一根240瓦的充电线，是直接这样开盖的。这个是内部线材的样子，这都是全新的啊，都没怎么用过的，它就发过来了。我们打开充电器的包装盒，充电器放在这个黑色的卡座里面，这个是充电器本体，这是充电器的使用说明书，也是产品的保修卡。这个充电器还有膜在外面啊，非常新啊，非常感谢这位老铁送一个充电器过来测试拆解。充电头外观是草绿色的颜色，这里有一个放式充的标识，充电器英文标识 GAN 氮化镓140瓦的标识，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制造，这边是英文的标识140瓦的标识，这个是非常赛博朋克的一种风格啊。充电器侧面还有赛博风格的图标印在上面，这面也有。充电头折叠插脚的设计，4个充电口，每个充电口上面都有功率标识。充电口内部的舌片全部都是橙色，数据线本体非常柔软，附赠了一根扎带，这个外观也是非常赛博朋克的风格。配色跟充电器的颜色是一样的，草绿色。充电器连数据线的重量是377克，单数据线重量71.3克，单充电头的重量305克。充电头的宽度73.5毫米，连插脚的宽度是89.5毫米，高度为74毫米，厚度为31.4毫米。数据线护套的宽度12.6毫米，厚度为10毫米，护套的总高度43.2毫米。这根数据线应该是一根硅胶材质的一根数据线，很软。线身的宽度为8.9毫米，数据线的厚度大概就是4.2毫米。整根数据线的长度1米，大概多了52毫米左右。给大家看看这个合金的护套，好像是一个赛车的造型。这个护套金属材料，它是一体成型的，2个充电口它都为镀金的材质，这上面还印有240瓦的标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器的规格信息：140瓦氮化镓充电器，型号是 YSFCG107-140G， 输入规格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C1 口输出最高功率28伏5安140瓦 ，C2 口输出最高功率20伏5安100瓦 ，C3 口输出最高功率20瓦 ，USB A 口输出最高功率22.5瓦。这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的信息，制造商为深圳市移速科技。这里有一个注意信息：3C 认证，双路绝缘，室内使用，请勿扔向垃圾桶，海拔小于2000米以下使用。非热带地区使用和循环10年。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充电器和数据线的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我们测试部分的内容。这个颜值很不错的，它支持的协议怎么样？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首先我们来测试它 Type-C 一口支持协议的情况。Type-C 一口的协议非常的干净啊，就是一个 PD 3.1 140瓦，然后一个 DCP 的基础功率。PD 3.1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5安，然后这里有一个 EPR 的28伏5安的档位，也就是140瓦，没有 PBS 啊。用智翔的仪表测试，确实这个 Type-C 一口没有 PBS 的档位。我们现在来看它 Type-C 2口协议支持的情况，有高通 QC 3.0 的5伏、9伏、12伏、20伏、3.6至20伏，然后这里有华为的 FCP， 最高功率是24瓦，华为的 SCP 最高功率40瓦。三星 AFC 最高功率也是24瓦，展讯的 SFCP， 这下面是 PD 3.0 100瓦的档位 ，PD 3.0 固定档位5个 ，PBS 有一个55瓦的 PBS， 也就是3至11伏的5安。这个 DCP、SAM 和 Apple 2.4 这3个是基础功率。我们现在来看 Type-C 3口协议支持的情况，高通 QC 3.0 的5伏、9伏、12伏、3.6至12伏，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24瓦，华为 SCP 的这个也是个40瓦的 SCP 啊，三星 AFC 的5伏、9伏、12伏，最高24瓦功率
PD 3.0 20瓦档位，这点进去这里没有显示，应该就是9伏2.22安的一个 PD 档位。DCP SAM 为基础功率。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充电器 USB A 口协议的情况。A 口这前面的协议跟 Type-C 3口是一模一样的，高通 QC 3.0 的 3.6至12伏，然后这里华为 FCP 的最高24瓦，华为 SCP 这里也是一个40，这个40瓦也最多也就是20瓦的功率啊。然后三星 AFC 的最高24瓦功率 ，DCP SAM 和 Apple 2.4 3个基础功率。测试完这一个一速140瓦充电器的协议，我们现在来测试它的手机的兼容性的情况。我们先来测试荣耀60，以它来测试华为的兼容性。Type-C 1口只有一个闪电标识，充电功率大概在11瓦左右。Type-C 2口也是只有一个充电标识，刚插进去的时候有25瓦的标识，后面的话就降到这么多了。Type-C 3口的话也只有一个单闪电标识，功率的话在11、2瓦的样子。反倒是 A 口的话可以启动超级闪充的标识 ，A 口的话兼容华为20瓦左右的功率。我们来看一下对荣耀100它的兼容性怎么样，可以显示双闪电快充标识，真实功率的话在11瓦左右，这是 Type-C 1口。C 2口可以显示超级快充50瓦。因为 C 2口它有 PPS 的协议，就启动了荣耀100的 PPS 快充，最高功率支持到43瓦左右的真实功率，这个功率也算是很不错了。咱们测试到一个最高功率的充电口就停止测试，就这个 C 2口对荣耀100可以支持到最高40多瓦的真实功率。这个是米家67瓦充电功率的设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对这个手机兼容的情况。首先是 Type-C 1口，启动的是 PD 3.0 的27瓦。最高的真实功率在14瓦左右。我们再来看 Type-C 2口，启动的是 PPS 的协议，这一个最高功率可以跑到28瓦左右。其他的2个充电口咱们就不测试了，其他的2个小功率充电口不可能会高于这一个充电功率。这一部手机是蓝厂 vivo 家的手机，这个是 iQOO 的 Neo 9S Pro 加。我们看一下它的兼容性 ，Type-C 1口只显示正在充电，功率在10瓦左右。Type-C 2口可以启动 vivo 家的闪充标识 ，PPS 快充，真实功率跑到31瓦左右。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 OPPO 家的手机，首先是 Type-C 1口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真实功率的话在12瓦左右。Type-C 2口一样的显示正在快速充电。真实功率跟前面一样的 ，Type-C 3口也是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还是差不多。USB A 口的话就更糟糕一点，显示的是正在充电，功率的话只有10瓦左右。这个充电器没有 UFC-S， 绿厂的手机就有点尴尬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对3C手机支持的情况。Type-C 1口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真实的功率是14瓦左右。Type-C 2口显示的是超快充电 2.0， 这里显示的是 PD 3.0 的27瓦。真实功率的话也是在15瓦左右，因为这个是老款的三星 Type-C 2口，它有11伏5安的 PPS， 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它的功率会更高一点。Type-C 3口也是显示的快速充电，真实功率也是差不多的。USB A 口也是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这个功率的话就只有一个5伏的基础功率，9瓦左右。通过这个充电器的兼容性测试，我们可以测出来这3个手机的充电功率它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采集这3部手机的充电曲线。首先我们来采集荣耀100的充电曲线，这手机的电量目前有 10%。这个荣耀100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刚开始的时候最高功率是37瓦的功率，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啊，降到30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充电，大概充了15分钟左右，然后又逐渐的下降功率，降到25瓦左右的功率，充了2分钟时间，然后再一次降功率，降到20瓦左右的功率，充了10分钟时间，充到90%，直到充满电。整个充电过程从10%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40分钟时间，这个充电速度也还算是很不错的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给手机充电的话，对这个充电器没什么考验啊，最高温度33度左右，我们室内的温度14度左右。这部手机是蓝厂 iQOO Neo 9S Pro 加，目前这个手机还有 8% 的电，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个充电曲线图大部分的功率都是在32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充电，从 8% 的电充到100的电，整个充电时间也只花了40来分钟时间，跟前面荣耀100充电时间是一样的，但是这一个电池的容量要大500毫安。所以说它的充电速度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的温度在14度左右。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部 Neo9S Pro 加，把这个手机的系统更新到最新的系统，它可以支持更高功率的 PPS 快充。这一部手机是小米家的设备，它的功率也有30瓦左右。目前手机还有3%的电量。这个小米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开始充电的时候，起始功率是24瓦，然后一直涨功率啊。充到90%的时候变成了28瓦，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整个充电时间从3%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47分钟时间，充电速度也还算是可以吧，毕竟它的功率还没有超过30瓦。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我们是接着上一个手机充电来的，最高温度是36度左右，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已经到16度左右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它进行 PD 协议充电的一个实际测试。我们用苹果手机来采集它的 PD 30瓦左右功率的真实情况。充电器市场如此种类繁多的充电器，说白了就是苹果公司带起来的啊。因为苹果的设备都是公版的 PD 协议，没有苹果就没有如此众多的充电设备供大家把玩。老铁们，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这部手机为苹果13 Pro。目前它的电量还有5%的电量，我们直接充电采集它的充电数据。这个苹果13 Pro 已经充到88个电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前面6分钟为8瓦左右的基础功率，然后在第6分钟的时候就涨到了最高的时候20瓦的功率，其中有一个尖峰，这个尖峰的峰值功率竟然上到了27瓦啊！整个下降功率的过程一共持续了15分钟时间，下降到15瓦左右的功率，充了12分钟，下降到10瓦的功率，充了7分钟左右，然后降到6瓦的功率。充了6-7分钟时间就充到80%，然后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从5%的电充到80%的电，一共花了57分钟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充电的温度，这温度是接着上一个手机来的，竟然它还在下降温度，温度大概就是26、7度的温度，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充电器拉它的 PD 140瓦的最大功率来进行烤机测试。这个烤机测试说白了也就是模拟它的140瓦对笔记本啊那些设备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器本体它的一个发热的情况。140瓦、100瓦，我们都要测试一下。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现在这个充电器的功率是在慢慢的下降，因为充电宝的已经充到了95个电，140瓦的功率，真实功率是133瓦左右，没有降功率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我们用温度采集传感器采集出来的温度是71.6度。我也用热像仪采集了2次它的温度，大概在1个小时的时候，表面温度是74.8度；1个小时30多分钟的时候，表面温度我采集到的也是74.8。充电口的温度的话，就是82度左右。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大概就是16度左右的温度啊。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充电器100瓦烤机的测试。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一共运行了大概1小时27分钟，100瓦输出功率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17分钟，功率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一直在持续的输出。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大概在50分钟的时候，这个温度基本上就稳定在57度左右徘徊。烤机的过程，我们用热像仪也采集了2张温度图片，一张是半个小时的时候，一张是最高温度的时候，跟我们用采集线采集的温度是差不多的。这个充电器经过140瓦和100瓦的2个功率段的烤机测试，100瓦的负载满功率使用的话，它的温度不是很高，长时间运行在100瓦的功率段，它的问题不大。这个140瓦在这个样的室内环境下都可以到75度左右的温度，室内温度再涨一点温度的话，这个可想而知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选购充电器的时候，把功率的余量留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根线材内部芯片的情况，还有来看看这个线材的线组。这就是我们读取出来的内部 eMark 芯片的信息。方案的话不详，我们后期拆解的时候再看内部的芯片。供电能力50伏5安，240瓦1.2，速率规格也是 USB 2.0， 大概真实的传输速率的话，也就是37兆每秒左右。2.0 的数据测试都测试了好多根了，基本上就是这个速度。然后这下面则是线材的版本信息，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用这一个仪表来测试这个线材的线组，这一根线材的线组大概是85毫欧左右，这个线组非常的不错啊。这根也是一个低类组的线材，功率损耗是非常小的。这个线材压降值我们测15伏档位和20伏档位，1安和2安2组电压。15伏1安的压降值 0.09 伏，这是15伏3安的压降值 0.26 伏
20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09 伏，20伏3安的压降值 0.26 伏，压降值非常的低。20伏5安100瓦输出，这一边输入的话就是98瓦，损失功率只有2瓦。28伏5安140瓦功率输出，这边输入138瓦，损失功率也是只有2瓦。多口功率分配，我们测试双口同时使用、3口同时使用，还有4口同时使用的情况，主要是看它断连的情况，这个也是老铁们最在意的。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功率，然后再接上 C2 口。C1 口不会断连，功率会迅速的降到65瓦。C2 口的功率也是只有65瓦。我们启动 C2 口的大功率，然后再接上 C1 口，也是没有断连，功率会变到65瓦。我们再来看看 C2 口和 C3 口的情况。先启动 C2 口的100瓦功率，然后我们再接上 C3 口。C2 口没有任何反应，它不会断连，还是100瓦。C3 口的功率就是20瓦，所以说 C2 和 C3 两个口，不管你怎么使用，它都不会断连，因为总功率没有超过140瓦。我们再来看 C1 口和 C3 口的情况。启动 C1 口的140瓦，我们再来接上 C3 口，也不会断连，功率的话迅速的降到100瓦。C3 口就是20瓦。我们再来看看 C1 口加 USB-A 口的情况，插上去 C1 口它也是迅速的降到100瓦，也是没有断连。这边的话就是20瓦的功率。我们再来看 C2 口加 A 口的情况，没有断连，功率的话还是没变。A 口的功率的话走到20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两个口总功率只有120瓦，所以说它不会断连。我们再来看 C3 口加 A 口的情况，也是没有断连，功率的话马上就变成了5伏的基础功率，两个都是5伏的基础功率，证明 C3 口和 A 口它是走的同一路降压电路。现在我们来测试3口同时输出的情况。先启动 C1 口140瓦，我们再来接上 C2 口，不会断连，功率变成65瓦，这边也是65瓦。我们再来接上 C3 口，C1 口功率没变， C2 口功率降为45瓦， C3 口就是20瓦，总功率都是130瓦。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它也是没有断连的。我们拔掉 C3 口，也是没断连， C2 口变成65瓦， C1 口都没变。我们再来看 C1 口加 C3 和 A 口是什么情况。 C1 口140瓦启动，我们再接上 C3 口，没有断连，功率变为100瓦。 C3 口的功率是20瓦，我们再接上 USB-A 口， C1 口没变， C2 口断连变成5伏的基础功率， A 口也是5伏的基础功率。我们再来看 C2 口、C3 口和 A 口同时使用的情况。启动 C2 口的100瓦功率，接上 C3 口， C2 口纹丝不动，还是100瓦。 C3 口的功率20瓦，我们再接上 USB-A 口，还是 C3 口断连，变成5伏基础功率， C2 口100瓦，纹丝不动。我们再来看4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情况，还是先启动 C1 口，我们再接上 C2 口，140瓦，没有断连，变成65瓦。 C2 口也是65瓦，我们再接上 C3 口， C1 口纹丝不动， C2 口没有断连，功率降为45瓦功率， C3 口就是20瓦功率。我们再来接上 USB-A 口， C3 口断连，其他2个口纹丝不动， C3 和 A 口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这就是这个移速140瓦充电器多口功率分配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这个能量转换效率的测试，我们可以从侧面的反映出这个充电器内部电路的架构先进与否。首先是这个充电器110伏60赫兹的状态，插电瞬间的浪用功耗是4瓦。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它的综合待机功耗110伏60赫兹的状态为 0.3瓦，5伏3安15瓦功率，110伏输出 18.2瓦，这边直流输出 15.0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2%。9伏3安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0.2瓦，这边直流输出 25.9瓦，也就是2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6%。12伏3安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0.8瓦，这边直流输出 34.9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 86%。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 50.6瓦，这边直流输出 43.8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20伏3.25安65瓦功率
115输出 71.8 瓦，这边直流输出 63.5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20伏5安100瓦功率，115输出 109.8 瓦，这边直流输出 96.7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 88%，28伏5安140瓦功率，115输出 152.8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6.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9%。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这个充电器插电的浪用功耗达到19瓦。随后经过几分钟的测试下来，在220伏50赫兹状态下，它的综合待机功耗为 0.6 瓦。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8.3 瓦，这边直流输出15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2%。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 29.9 瓦，这边直流输出 25.9 瓦，也就是26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12伏3安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0.1 瓦，这边直流输出 34.9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 87%。15伏3安45瓦功率，220伏输出 49.4 瓦，这边直流输出 43.8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9%。20伏 3.25 安65瓦功率，220伏输出 71.8 瓦，这边直流输出 63.5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20伏5安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08.5 瓦，这边直流输出 96.7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9%。28伏5安140瓦功率，220伏输出150瓦，这边直流输出 136.2 瓦，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91%。这一波能量转换效率测试下来，110伏它的平均转换效率换算下来为 86.5%，220伏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平均下来为 87.6%。这个充电器内部也是带功率因素校正的。现在我们就是对这个充电器的文波数据来做一个全面详细的测试，4个充电口我们都要测试一遍，看看这个充电器交流文波控制的怎么样。首先我们来测试 Type-C 一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56.3 毫伏，平均文波 43.9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259.4 毫伏，平均文波230毫伏左右。怎么这么高啊？9伏的档位都到200多毫伏去了。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0.5 毫伏，平均文波 54.2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5.9 毫伏，平均文波 53.3 毫伏左右。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07.2 毫伏，平均文波 55.5 毫伏左右。25伏5安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45.5 毫伏，平均文波 64.7 毫伏左右。28伏5安14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76.4 毫伏，平均文波 126.7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C 2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4.7 毫伏，平均文波 35.6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的功率，这个文波才正常吧？刚才 Type-C 一口9伏档位的文波太高了。这个文波最高的时候 64.8 毫伏，平均文波33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4.0 毫伏，平均文波在 46.4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4.2 毫伏，平均文波 47.8 毫伏左右。20伏 3.25 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6.8 毫伏，平均文波 36.7 毫伏左右。20伏5安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59.7 毫伏，平均文波 44.4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C 3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8.9 毫伏，平均文波 37.4 毫伏左右。9伏 2.22 安，也就是2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5.6 毫伏，平均文波 32.1 毫伏左右。12伏 1.67 安，也是20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94.4 毫伏，平均文波47毫伏左右。现在我们来测试 USB A 口文波的情况。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1.1 毫伏，平均文波 35.6 毫伏左右。
9伏2安18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9.1 毫伏，平均文波 26.1 毫伏左右。为了数据的严谨性，更换了一个 U 片模块来测试它 Echo 的9伏档位的文波，还是一样的。这个文波最高的时候 246.1 毫伏，平均文波222毫伏左右。这个是 Type-C Echo 这个9伏档位，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切换到其他的档位，文波立马就降下来了。这是12伏的档位，最高文波72毫伏左右。这就是这一个一速140瓦的充电器，4个充电口，所有文波的情况，表现好不好？各位老铁们，我只是负责把数据展现给大家，好不好？你们说了算。这个一速140瓦氮化镓4口充电器，还有这一根240瓦的充电线，快充协议、快充兼容性、实际充电、PD 充电及烤机、线材数据及多口功率分配、能量转换效率测试、交流文波测试，所有的测试数据都一一的展现在各位老铁的面前。个人觉得这个数据算是很不错的了，就是最后这个 Type-C Echo 9伏档位文波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有这个充电头的老铁们，你们也可以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跟我这个数据是一样的。全网还有谁把一个充电头所有的数据测试的清清楚楚的给大家展现出来？还是那句话，测试非常的不容易。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是要特别的感谢，非常的感谢送测充电头的这位铁粉丝。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喜欢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记得把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还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还没有订阅的点点订阅。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